乌军重创俄境内关键设施，海王星首次命中俄本土。乌特种部队深袭俄境7公里，炸毁关键桥梁，俄16公里补给线瘫痪。波克罗夫斯克战线激烈反击，乌克兰全面收复苏梅。扎波罗热核电站再起硝烟，核危机悬顶欧洲。俄青少年纵火烧物资车，外籍雇佣兵用血换俄护照。欧盟放狠话，乌克兰拒退顿巴斯，特朗普普京例会恐掀全球风暴。俄北方集团军司令拉平上将突然解职引猜测。8月13日，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9架无人机与2枚导弹，乌军击落其中32架无人机及全部2枚导弹，但仍有17架无人机击中15个目标。乌克兰在同日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反击，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、奥廖尔、图拉、罗斯托夫、梁赞等13个地区，多地传出巨大爆炸声。布良斯克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油站在袭击中引发大规模火灾，火光甚至照亮城市远处。纳瑟卫星图像显示，油站多个设施著火严重。该油站是俄罗斯输往欧洲能源的关键节点。虽然欧盟大部分国家已减少依赖，但亲俄国家如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仍将受影响。这是乌克兰今年持续打击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最新行动。早在1月，乌方就曾重创德鲁日巴管道，迫使其暂停运营，显著削弱俄方出口能力。值得关注的是，8月12日，乌方首次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命中俄罗斯本土目标，重达150公斤的高爆破片战斗部凸显乌军打击半径与精度的显著提升。乌方过去24小时还对俄境内多处军工与能源设施发动袭击，包括斯塔夫罗波尔生产船舶控制系统的单晶体工厂、与尼普顿工厂、奥伦堡氦气工厂、多个无人机及国防设备制造厂、亚罗斯拉夫尔一家为军事装备提供防腐涂层的油漆涂料厂发生大火，过火面积约4500平方米，厂房屋顶坍塌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，俄政府正与大型石油公司紧急磋商，以应对燃油价格飙升的问题。今年以来，受乌方持续袭击影响，俄国内燃油价格已上涨近 50%， 引发当局对零售价格和通胀的担忧。8月11日，乌克兰安全局对位于达达斯坦的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仓库发动空袭，这是该厂1周内第2次遭袭。此次行动还波及距离前线约1200公里的奥伦堡氦气工厂，俄罗斯唯一生产火箭、航天及航空关键材料的工厂。当地居民报告听到无人机嗡鸣与爆炸声。当天上午，俄方封锁了周边正姆乌拉尔公路，但官方未披露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。此外，乌克兰安全局在1周内2次突袭了喀山附近的 Shade 无人机工厂，破坏俄罗斯无人机生产与物流能力，显示俄乌冲突中高科技无人机战术的广泛应用。近期报道还显示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官邸防御规格惊人，周围布置了12套配备铠甲防空系统的防御塔，占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防空阵地总数的1/5。换言之，为了保护一人，俄方投入的防空资源已能覆盖数百万民众，引发外界对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质疑。有消息指出，日前乌克兰特种部队在鲁德尼亚察塔方向展开大胆突袭，成功渗透俄罗斯境内达7公里。行动中，乌军几乎未遭有效抵抗，直抵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察塔河大桥。乌军在桥下布设近30枚 TM62 反坦克地雷，并结合 FPV 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。爆炸瞬间，大桥被炸得支离破碎，公路桥面严重受损，成为俄军16公里运输线的关键节点瘫痪。这一打击预计将导致俄军前线部队72小时补给紧缺，严重影响弹药和燃料运输。军事分析指出，此次行动与乌军在库尔斯克、别尔哥罗德方向的攻势形成多点牵制，迫使俄军紧急调整兵力，将原计划增援哈尔科夫的预备队调往西南防线应对突发局势。目前，鲁德尼亚察塔地区战斗仍在持续，双方对运输线和边境防御的争夺仍是未来局势发展的关键。
俄军方面仍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导弹空袭。8月12日凌晨，俄军导弹袭击乌克兰训练中心，造成乌军1人死亡，11人受伤，另有12人因呼吸道损伤和急性应激反应就医。同日，俄罗斯国防部在空军日宣布，31名飞行员因在特别军事行动中表现英勇，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。虽然官方称这些飞行员立下战功，但他们的行动是否造成乌克兰平民伤亡仍未披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仅2天前的8月10日，俄军制导炸弹击中扎波罗热汽车站和诊所，造成至少20名平民受伤。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，俄军持续空袭乌克兰平民，显示其无意寻求和平。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制裁压力，迫使俄罗斯经济停摆，以遏制其战争行为。回到乌克兰战场上，最近最诡异的事情是，根据法新社13日对美国军事实力研究机构战争研究所数据的分析显示，在美总统川普与俄总统普京会晤前夕，俄军于12日实现了过去1年多来单日最大规模推进。在24小时内，俄军占领或宣称占领约11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，这是自2024年5月底以来的最高单日进展。据悉，俄军并非大规模占领，而是小队利用乌军防线空隙渗入，依靠摩托步兵机动推进，规避无人机侦测。乌克兰军方承认俄军突破，但强调有能力清除渗入部队。从地缘上看，俄军若稳固突破区域，可威胁顿涅茨克乌控区西部防线，包括多布罗皮利亚至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主要公路，可能割裂乌军防守阵线，为俄方在美俄峰会上增加谈判筹码。鉴于川普偏好胜利者论，普京手握战果地图，很可能在单对单峰会上以战果施压，美方接受俄方条件的可能性增加。还有消息指出，日前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仍然尤为激烈。乌克兰军事博主巴赫穆特恶魔透露，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发起成功反击，摧毁并击退了俄军渗透部队。此前，俄军在该地区的突破暴露了防线不连贯、防守兵力不足等问题。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已紧急调入额外兵力和装备，专门打击渗透部队。目前，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结逾11万兵力，以小规模步兵和破坏小组多点推进。乌克兰记者博格丹·米罗什尼科夫警告，若局势持续恶化，红军村与米尔诺格勒可能失守。但他强调正面突击已难奏效，需要更多机动与战术配合。在波克罗夫斯克与科斯特扬蒂尼夫卡两线，乌军亚速第1军、第92旅、第4旅等部队持续反击，利用无人机与火炮重创俄军渗透小组，俄方损失显著上升。另外，乌军在巴赫穆特摧毁了俄军一处临时驻地，并首次使用 Privet 299无人机执行打击。该无人机可携带50公斤炸弹，现场画面显示多处连续爆炸，俄军控制区冒烟点明显，凸显乌军在战术与高科技装备上的活跃。其他战线同样紧张，在哈尔科夫方向，乌军将 TM-62 反坦克地雷直接投掷至沃夫昌斯克的俄军掩体，摧毁装备与人员。在莱曼方向，乌军第3军清除俄军在当地形成的突出部，这恰西夫亚尔、库皮扬斯克双方激烈交火持续，俄军推进受阻。扎波罗热南部战场持续激烈，乌军成功击毁俄军一套 BKM-3山毛榉防空系统，有效削弱了俄军防空能力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视察了黑海的蛇岛，这座位于敖德萨附近的战略要点，自2022年7月被乌军重新控制以来，始终是俄乌争夺的焦点。布达诺夫指出，其部队已成功将俄海军驱离黑海水域，保障乌方海上防线稳定。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方向，乌军继续稳固已占领区域，并在苏梅方向取得关键进展。乌军向亚历山德里亚以东推进，解放了约7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并对尤纳基夫卡的俄军阵地实施空袭。
乌军预计数日内即可将俄军彻底驱逐出苏梅地区。泽连斯基在最新记者采访中披露了乌克兰前线情况，最艰难的战区是克拉马托尔斯克、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，虽有少量俄军轻步兵小分队渗透，但大多数已被消灭。苏梅州方面，乌军已夺回俄军18个阵地中的6个，其中2个靠近俄罗斯边境。卢甘斯克州乌军向俄军阵地推进约1公里，同时乌军还空袭了俄占卢甘斯克的油站，导致旁边的俄军弹药车发生2次爆炸，多名俄军伤亡。在俄方宣称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后，乌军对其能源与军事设施的打击并未停止。数据显示，俄军平均每日损失968人，乌军每日损失340人，俄军伤亡约为乌军3倍。关于伤亡比例，有分析认为，乌军低死亡率得益于完善的战场救护和医疗后送体系，以及盟友支持，但具体数字仍需谨慎判断。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政府发布的信息大多被认为经过核实，错误信息会在确认后及时更正，这一点获得外界认可。过去24小时内，前线爆发133次战斗，俄军新增伤亡890人。乌军在苏梅方向已解放斯捷潘与诺沃科斯坦季扬维卡，并将俄军逐回国界另一侧。乌军少校安德烈·特卡丘克指出，苏梅地区局势正趋于稳定，俄军虽有意加大进攻，但缺乏足够兵力实施推进。与此同时，捷克宣布扩大与乌克兰的武器生产合作，年底前将向乌提供约180万枚炮弹，并为乌飞行员设立培训中心。这场高烈度对抗正让乌东、俄西多线战局同时进入胶著与升级阶段。8月10日，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危机处理中心遭炮击损毁，引发国际高度关注。乌克兰能源部指责俄军直接打击这一关键设施。该中心是电站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负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ERMES 系统被占领当局阻断后，持续监测核辐射状况。乌能源部长格林丘克批评称，这一袭击再次证明侵略国无视国际法与核安全规范，对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构成现实威胁。他重申，扎波罗热核电站必须实现全面非军事化，并交还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控制，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制裁力度，防止核设施再次遭袭。路透社报道称，8月13日核电站上空升起的浓烟远至尼科波尔依然清晰可见，乌方坚称这是俄军炮击所致，而俄方则反指是乌军无人机发动了袭击。目前监测数据显示，附近辐射水平暂未发生变化。扎波罗热核电站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便被俄军占领，成为双方长期争夺的焦点。乌方指责俄方在电站内部囤积武器，并多次阻止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关键区域。俄方则已将核电站列为俄罗斯资产，与其在乌克兰境内占领的其他地区同等对待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莫斯科之所以在核电站问题上态度强硬，是将其视为与西方谈判的重要筹码，而欧洲多国依然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心有余悸，使得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更具地缘与心理冲击力。8月13日，奥廖尔发生一起青少年纵火事件，一列运送能源物资的俄军火车被彻底烧毁。据 Next 新闻报道，2名俄罗斯少年夜间潜入铁路旁，向火车投掷易燃物，引发大规模火灾。尽管当地消防紧急扑救，火车仍被完全毁坏。事后，2名少年被逮捕，声称行动由一名匿名负责人策划，承诺支付12万卢布酬劳，但最终未兑现。自2024年以来，类似事件多次发生，包括青少年焚毁俄军米8直升机，甚至老年人也曾对银行和警察局纵火。俄方指控这些行动受到乌克兰支持。近日，俄罗斯媒体还大力宣传一款所谓秘密武器——电动滑板车，官方描绘它体积小巧，便于折叠，可藏在战壕或地下室，
被吹成前线神兵利器，号称能让乌克兰闻风丧胆。然而现实是，这种滑板车根本无法抵御子弹和无人机攻击，前线士兵骑上它几乎就是活靶子。俄媒只报优势，不提风险，只能向国内民众描绘一幅锦绣前程的假象，却掩盖了前线真正的惨烈局面。简言之，这款所谓战场利器不过是带轮子的送命神器，被包装成了滑板潮品的噱头。另外，有消息显示，俄罗斯军队正在给国外雇佣兵颁发本国护照，这并非电影桥段，而是真实发生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中的案例。来自多哥的科菲·加斯顿本是学建筑的年轻人，却远赴俄罗斯参战，受伤后竟被直接授予俄罗斯护照。这操作听上去像笑话，却反映了现实，为俄军作战流血受伤就能换来国籍。这一制度成为俄罗斯吸引外国雇佣兵的重要手段，用前线表现换入籍，把护照从象征国家身份的文件变成了战斗奖励。背后的荒谬也显而易见，一个国家需要依靠外籍打手来补充兵力，还把公民身份当作奖品，说明连本国士兵都不够用。这条血染的移民捷径既残酷又讽刺，让原本安稳的生活轨迹被战争彻底改变。随着乌克兰和欧洲在谈判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强硬，美国不得不对即将到来的阿拉斯加峰会降低预期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强调，此次美俄会晤只是一次倾听和试探，并非正式谈判。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和国务卿卢比奥也释放类似信号，称目的在于摸清俄罗斯立场，而不是立即达成协议。副总统万斯及多名议员更是提醒，特朗普不希望引发不可预测的外交后果。8月12日，特朗普重申，如果普京不答应停火，将会有后果，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他未透露具体制裁或关税计划，但表示你们会看到的。他指出，首次会晤旨在了解当前局势与立场差异，如果顺利，将推动三方会谈，评估停火及和平可能性。8月12日，欧盟26国发表联合声明，明确3点原则：和平之路不能绕过乌克兰，不得以武力改变国际边界，乌克兰人民必须自主决定未来。欧洲方面重申，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，并支持其加入欧盟。泽连斯基在与多国领导人通话后获得一致背书，即便美俄有私下交易，乌克兰和欧洲也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。泽连斯基在基辅记者会上再次强调，乌军不会撤出顿巴斯，因为一旦失守，俄军将利用当地防御工事和高地发动新攻势，打通通往扎波罗热、哈尔科夫等战略要地的通道。泽连斯基还公布了最新战场数据，俄军每日损失约为乌军的3倍，仅8月11日一天，俄军损失968人，乌军损失340人。火炮与无人机的消耗比例也显示，俄军的高消耗战术难以长期维持。与此同时，普京通过顾问提出停火条件，乌军撤出顿涅茨克，俄军撤出苏梅、哈尔科夫等地，但保留其他战线。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，进行非军事化及宪法联邦化改革。停火协议仅与美国签署，不包括欧盟与乌克兰。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批评称，普京并非真心谈判，而是想借拖延换取制裁松动，并利用与特朗普的会面提升政治形象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批评俄方条件是拖延战术，拒绝接受无条件停火外的任何让步，并宣布准备第19轮对俄制裁，强调必须以不可逆方式阻止俄罗斯重启侵略。8月13日 ，GICOS 报道，特朗普在与乌克兰及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时表示，本周五与普京的会晤核心目标是推动乌俄停火，并评估全面和平协议的可能性。他承认和平方案可能涉及领土交换，但决定权并非他个人所有。消息人士称，泽连斯基、普京与特朗普的三方会晤最快或于下周末举行。德国总理默茨指出，
乌克兰愿探讨领土问题，但谈判起点必须以现有前线为基准，被占领土的法律地位不在讨论范围内。欧洲领导人一致强调，任何协议必须兼顾乌克兰与欧洲的战略利益，并为乌克兰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。各方同意。美俄会晤后，特朗普将先向泽连斯基通报谈话细节，再向欧洲领导人说明情况。这意味着美、乌、欧正试图在峰会前建立统一立场，而停火与领土将是检验政治意愿的关键考题。8月10日，俄罗斯北方集团军司令、陆军上将亚历山大·拉平被官方宣布解职，其职务预计由现任西方集团军司令叶夫根尼·尼基弗罗夫接替。这一消息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与讨论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拉平解职的直接原因可能与库尔斯克地区防线出现漏洞有关。自乌军在库尔斯克发起反攻以来，俄罗斯国内质疑声不断，甚至车臣领导人拉姆赞·卡德罗夫公开批评拉平的战略失误。此外，有观点认为，俄军高层可能也借此次换将向美国总统川普及其政府释放和谈信号，为未来谈判博弈创造战略不确定性。另一类观点则聚焦于拉平的实际战绩表现。分析指出，自2024年夏季以来，拉平指挥的主要战役，包括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和2025年对苏梅的攻势，均未达到高层预期。前者历时超过1年仍停滞在沃夫昌斯克，后者进展缓慢，甚至遭乌军反攻。外界认为，拉平的解职主要因前线作战指挥不力，导致战场迟迟无法取得突破，使普京不满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